他们谈换器官的问题嘛。我们问一个问题：到了那一天，普京发现身体不行了，我要换器官了，你觉得他敢不敢去北京换器官？金正恩觉得身体不行了，他觉得需要换器官，你觉得他敢去北京换吗？他们都怕我去北京换的时候，我的政敌或什么人，或者说中共自己有什么野心，把我干掉了，然后操纵我国内政局嘛。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在93中共的阅兵大家发现一个花絮这个引起大家许多茶余饭后的一个讨论讨论什么事情呢？这是还是央视自己转播流出来，就是习近平跟普丁在聊天的时候聊到这个器官移植的事情习近平说，这个现在的人这个透过这些医学器官移植的部分可以轻易活到150岁，所以以前说要活到70岁不容易呢，现在70岁不过是个小孩子哇！这个坐实了大家过往在谈论中国的这种所谓的非法的器官移植甚至把中国人当作这个器官多国有所以我们都称作这个中国的人民是人矿这个部分我们在之前节目大家有提到过。其实我觉得所谓的领导人的健康的问题一直是所有的国家里面大家一直觉得这到底是个人的隐私，或者这是攸关国家的重大的一些权利到底该揭露到怎样的一个程度，到底能不能来做一些讨论所有的这些在民主国家的候选人是不是有责任必须要来交代自己的健康的状况？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值得我们好好来看一下，聊一下这一个所谓的健康跟政局稳定之间的一些关联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再次邀请到台大政治系的名誉教授明居正老师好好来帮我们谈一下这个议题明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老师，我们刚刚也谈到这个93阅兵，当然这个意外的这个谈论那勾起大家谈到这个问题那当然他们会谈这个问题，显然好像值得我们来观察什么，所以老师您怎么看呢？领导人的健康呢，在政治学上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因为从古到今，大概每一个国家每个政体呢，它的领导人的健康情况啦，跟他的安危等等呢，跟政局的稳定呢，通常有非常密切关联。别的不要说，从秦始皇开始一路就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并不是什么新的题目，但是也就是因为政治继承在政治学，我刚刚讲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我们叫 political succession， 政治继承问题。民主国家解决的方式呢，就是把它制度化下来。那我们等一下会详细说。当然，对民主国家来说，领导人健康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民主国家呢，他就想办法说，万一领导人出问题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序继承？他安排了这个制度等等。那对于集权国家来说，他们有些国家表面上也有这东西，但是因为它的政权的本质是不一样的。就是即便你有这个制度在这儿，但是我们常讲说，土法不足以自行。也就是你如果有了法律有了制度，但是有人蓄意要破坏制度的人，他就是不遵守制度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然后民主国家一般来说呢，我们讲说结构制度分权各方面都稳定，所以换了个人可能政策会变，可能会有一定的动荡，但是相对来说它的变动是在一个可预期范围之内。但对于集权国家来说，那个差别就非常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前苏联也好，或者说这个中共也好，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么几十年下来呢，中间只要出现了大的这个或者比较重要的政治人物去世之后呢，通常内部会经历一个阶段动荡不安。直接的因素看起来就是接班人不明朗，接班态势这个不明确。然后导致了一度时间的这个权力真空，或者权力或者至少权力不集中，从而引发国内的政治风暴，甚至引发国际上的一些动荡。那这些都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今天当然习近平的健康我们过去谈的比较多哈，普京的健康我们过去谈的比较少，虽然我们也谈过，但是因为这个他们很关切的话题，所以国际上其实这个话题一直也很关切。我记得英国的《每日邮报》呢就已经整理过，好，这些消息都不是确定的，但是因为这个题目太重要了，也对于欧洲各国来说太重要，所以他们也非常关注普京的健康状况。
他说我们就是以表面来看因为通常我们看不是说望闻问切嘛，通常以表面来看，我们就觉得说普京身体会有些问题，他现在快73岁了，下个月就73岁了。他说他轻则就有什么肢体不安症，重则呢那可能什么癌症啦、帕金森症啊什么等等呢，但很有可能。当然，克里姆林公司一直在否认了。但别的不要说我们就凭我们节目谈过了一些去年11月他不是访问哈萨克吗？然后去演讲吗？有一度各位看到画面，他双手紧抓着演讲台，在那勉强支撑他身体，但腿不断的在抽动，显然就到了没办法控制的地步。所以大家说，那大概2种可能：第一种比较轻，就是什么神经系统有问题啊什么的；第二比较严重，就帕金森症。但是去年10月到现在呢，这次他出来呢，看起来又没有那种情况，所以扑朔迷离。这第一个。第二呢，这个大家因为普京经常要露面呢，要出镜啊，所以国际媒体都拍他，欧洲媒体就注意到他脸呢时而浮肿，时而瘦削，时而浮肿，时而瘦削，所以大家认为他大概用类固醇，但是当然用的不是特别多，用了很多的话，那脸就像月亮一样，但他又没有到那地步，他只有真的是相对比较圆，这我们都看过。所以如果用类固醇的话，那可能是什么治疗癌症啦，这比较重的啦，那轻的就比如过敏啦或鼻窦炎什么的都有可能。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现在是2025了，2022年的时候呢，有过报道，就是他多次拜访过癌症专家，那有人推断他有血癌。如果是血癌的话，那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但到现在好像也没看到很严重的迹象。再一个就是美国现在的国务卿卢比欧，他在做参议员的时候就曾经爆料过，说他听说普京有这个神经系统方面这个问题，这跟我们前面讲的是相呼应的。然后美国有国安官员呢，在那前后也爆料说他有接受癌症治疗，这也并不奇怪了。就是说你有癌症或癌症的什么初期癌或原位癌什么的呢，那并不奇怪，你接受治疗那也很正常。以普京这种身份，他接受顶尖级的这些病理照顾或医疗照顾很正常嘛，所以这可以理解的。那有一个说法比较好笑，你刚刚不是说普京赤裸上身骑马吗？后来人家把他哭手成什么？赤裸上身骑熊，你有没有印象？更厉害，更厉害。但是呢，传出消息说他有用鹿茸血沐浴的习惯。这个可能是俄罗斯偏方，这个至少汉方里面没有听说过。听说是对皮肤有益啦，对什么心血管疾病有益啊什么的。然后现在是9月，大概6个月前，今年3月份，他不是去看那个乌克兰那个库斯克战场吗？那时候他脸部比较瘦削，所以大家觉得说不是本人是替身。那这个传说也一直很多了啦。那日本有用 AI 研究的这个人员说，他们根据他们的分析呢，普京至少有2个替身。这个当然我们可以猜测，但是现在还不能肯定。下次我们把那个相关照片，我们找出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因为通常替身各方面都可能做得出来，只有一个地方很难做，耳朵很难做。也就是你判断人真假什么的呢，大家看耳型有没有变呢？它是一个最好的指标。那另外，习近平的健康跟金正恩的健康，过去我们都谈得很多了。从身形啊各方面来看，然后从他们的动作、肢体语言来看，都晓得说他们都有一些疾病呢，不管是中风或什么的都有。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说了。这普京这个呢，是因为现在你这个话题到这里了嘛，大家特别关切嘛，所以挖了很多新的材料出来。这的确就是为局权威权的这些国家，因为他们总是把这个他们领导的人的健康当作是国家非常重要的这个及机密的这个内容，那当然，所以这也才会引起大家的猜测。这也是我们过去在谈到说这种集权、独裁、威权的这种领导者高处不胜寒哦。你可以想象，他搞不好都在担心有没有人会给他下毒，或者甚至暗杀。
所以他还不只是自己本身没照顾好所产生的健康的问题，他还要担心外力所产生的影响。所以显然这一个威权体制、独裁体制国家的这些健康的领导者，他不只是对外的一个防御显然对内也有重要的角色所以老师你怎么看待他们是不是这也是一个有可能会触发他们内部斗争的一个重要关键点，就是他们搞不好隐瞒对自己人，搞不好要对隐瞒外面的人还要做得更大的功夫。那当然了，那当然了。你记不记得我们过去讲金正恩出访的时候，他不是去越南跟那个川普去会面吗？会面完之后，他多留了几天，然后他走掉之后呢，听说他那个团呢还又多留了几天，为什么？把他住过的地方所有的生物基证全部消灭。床单全部包走，然后那个吸尘吸得干干净净，连他一点点什么皮肤碎屑都不留下来。很多年前呢，我们在读国际关系的时候就谈过这个领导人健康问题。你刚刚讲说防自己人，都防，也防敌人，防对手，防外国，也防自己人。那时候是谁啊？我想起来了，那个苏联的领袖呢，到美国去访问。听说我完全听说 ，CIA 在苏联领袖下榻旅馆呢做了万全的部署，部署到什么地方呢？他的排泄物全部被 CIA 收走，拿去分析，很正常完全可以想象，对不对？所以我猜金正恩也看了类似的报道，所以他生物基证全部消灭。可以理解因为做过健康检查就知道，对，那个还蛮重要的。对，因为人家把那个一化验完，把那个排泄物化验完之后呢，大概你身体健康情况，我七七八八都知道了嘛，是不是这样？好，所以这个当然我们刚刚讲了，对民主国家好，对集权国家都很重要。但是你刚问的是集权国家，集权国家底下呢，权力斗争特别激烈。特别残酷，我们讲过像黑帮，所以就像黑帮老大，人人因为那权力非常大，我拿了的东西我就全部都拿到了，一旦我没有拿到的时候，我就全输，甚至我身家性命全部都毁掉。所以那个权力斗争在我们外界很难想象。民主国家最后可贵就在这里，选赢了上去，选输下去卖牛肉面，那最多就这样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常讲说，民主国家有它好处。那刚刚讲说这个集权国家像黑社会，你说这个俄罗斯有选举，普京也经过几次选举，可是我们都觉得说那选举是有问题的嘛，对不对？每次搞了都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出来，然后真正的反对派最后都不明不白，然后就这个消失了。那甚至他的那个身边的贴身人呢也换了很多次。不过普京最近呢，这倒是这几年呢，有人家采访他，他可能是故意安排的，就是记者采访他说故意松口谈谈接班人的问题没关系将来就是多个人出来竞争嘛，由人民来选择。这个话呢是民主政治下面应该有的话那至于说俄罗斯是不是这样干呢，另当别论。但是他至少这样说了。那我们现在看起来呢，当然大家现在对普京，刚不是讲说对身体健康有所疑虑或有所猜测嘛？那当然就猜说，那万一他真的有什么冬瓜豆腐嘛，那谁来接他，对不对？这个题目我们过去倒没有真的谈过，现在我们可以先简单谈一下，将来事情比较靠近，我们再详细说。目前看来目前看起来大概有3个人比较像是会接班的人。第一个呢叫麦韦蒂夫，台湾翻译叫梅德韦杰夫或梅德韦杰夫，他正确翻译叫 Medvedev， 所以翻成麦韦蒂夫比较接近。麦韦蒂夫是什么人呢？大家想想看，做过普京当总统的时候，第一任前面当总统的时候，他做过他的总理。然后普京理论上任期到了，不能再干总统下去了，这位麦韦蒂夫呢就上来当了总统，普京下去干总理。他们俩在唱2人转，对不对？2008到2012，好，麦韦蒂夫干完之后呢，他下来干总理了，普京上来干总统。好，所以麦韦蒂夫呢是普京核心圈里面的一个人，然后时不时也出来发言。俄乌战争当中几次警告西方说最后要核子打击的，他出来讲过2次，所以他也是一个要角。
然后也跟普京干过一把手、二把手，所以对普京来说是比较可靠的一个盟友。这第一个。第二个，大家现在猜的就是现任俄罗斯的总理叫做米舒金。米舒金他原来是财税啦、统计方面出身的，所以对这些东西比较熟悉。他是从财税系统，然后突然一跳到来干总理，比较像技术官僚。目前看不到有太大政治野心。那当然也可能说，如果说真的普京出问题，麦维蒂夫或什么人上来的话，那可能用他当个傀儡，那也不能排除。但是我们要再说一点呢，在这种集权体系底下呢，每个人呢都必须心机深沉，因为你不心机深沉的话，你可能活不下去。所以米舒金是不是一个心机深沉的人，或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呢，他有没有开始深沉起来，我们不知道。所以这我们还得看，但是至少我们一般把它列入作是一个可能的接班人选。这第二个。第三个一般人比较不熟悉，叫做亚历克谢·九明啊，他的 last name 叫九明，现在的职务叫做国务委员会的秘书，有点像什么呢？因为俄国这个体制比较奇怪，国务委员呢，他看起来在政府里面，但实际上呢，他在军队、在党里面，他都有一定的这个权利，所以有点像是一个。我们这样打个比方好了，有点像前苏联的政治局的秘书长、书记长或秘书长，像这个位置，所以他本身是政治局成员，但是也兼这个书记长或兼什么？打个比方，有点像蔡奇，这样讲大家比较清楚啊，大家比较理解。他有军人身份，然后这个最高见过中将，干过国防部的副部长，在地方上干过图拉州的州长等等，又干过国家航天集团的这个监事会。这个人出身非常有趣，现年才53岁，相当年轻。他最早呢，在1999年前后，普京那时候还是副总理、总理的时候，他干过他的贴身保镖，警卫。普京在还没有干总理、没有接总统以前呢，有一次好像在野外干什么，突然间碰到熊啊，可能他骑的哪一只碰到熊，那很危险了。这个九明是他的贴身侍卫，就站在前面拿了冲锋枪去保卫普京。那熊晚上见到他扫了一排枪，把那熊吓走，所以护主有功，这第一个。然后从贴身侍卫就干到警卫队的队长。然后最后呢，扶摇直上，让他进了军队，然后最后一路爬到中将，然后干到国防部的副部长。最重要就是还没干到这个位置以前呢，2014年不是去打那个俄罗斯必须打克里米亚吗？有一个说法是，他这个九明呢是空降部队的指挥官，空降下去突袭夺了这个克里米亚。当然后来又有报道说其实不是他什么等等。不过总而言之，就是他看起来像是普京很认真培养的一个人，所以看起来很有接班的机会。也就是这三个人麦维蒂夫啦、米舒金啦，跟着九明呢。当然，大家排名现在排到第8个了，但其他我觉得后面几个可能性比较小，这3个可能性比较大。好，那这是普京方面的接班计划。习近平呢，原来中共是有接班计划的，从邓小平之后一路搞下来，就被习近平先废掉了。当然，最近我们有谈到胡春华又重新浮出台面。至于会干什么呢？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看看下个月的4中全会有没有什么苗头出来呢？那时候比较好判断。那比较麻烦的呢，就是朝鲜或北韩的这个接班计划。原来这个金正恩比较年轻，可你看，你让金正恩跟这个习近平跟川普走在一起，3个身材略胖，对不对？金正恩最矮，但是他肚子最大，所以我们认为说他有3高问题什么的。然后这个又嗜好吃美食。有趣是北韩的这3个胖子都在他们家，这个真讲好笑。那更奇怪就是最近他不是去北京去开会吗？带了女儿出席，女儿今年才12岁。你极力培养这样培养也很奇怪。当然在国内已经开始培养了，现在带到国际场合来，这是非常罕见的情况。在他没有出现以前，另外一个女人很出风头，叫金宇正啊，对，大家别忘记了，她是金正恩的妹妹啊，
所以大家觉得说金宇镇会不会接班呢？那时候也传了很久了。现在金主爱跑出来，他说金主爱会不会接班呢？那这样就碰到一个很可怕的情况，侄女跟姑姑将来会不会打起来？这在中国历朝历代来说，这并不是罕见事情。金氏王朝现在传了第3代，你觉得说真的后面不会出现什么事情吗？这很难讲的，很难讲。是这个刚刚提到，如果大家对于北韩过去的这些故事应该有做一些了解的话，应该知道老师刚刚提到的东西是必然发生，因为你看我们现在金正恩跟他哥哥还是被暗杀，到现在当然是对，是也许大家有人说是个悬案，但都直指这个一定都是被暗杀的，只是谁啊等等。那另外金正恩刚上来的时候，还记得什么？就是他也是清算他一些老臣。或者是甚至他的这些比较近的这些亲属，所以显然那是他们必然的手段只是什么样在什么时候谁跟谁这样子那当然大家就会说，那民主国家呢，其实不管是在美国或中华民国，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大概都会有一定的序位的部分在走。老师，那你怎么看待？就是我们在谈到整个这个所谓的西方在正常的惯例的这些所谓的接班机制我觉得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你刚刚提到说那个暗杀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看到甘乃迪被杀完之后，当然以我们当时很粗浅的认知之外，以为美国动乱没有3个小时之后副总统宣誓就任，就平顺接班。所以我们说制度化重要就在这里。然后雷根遇刺的时候呢，我们电视上也是亲眼看到的。当然比较荒唐的就是第2天呢，雷根遇刺那时候当然没有死，他在医院，这只是情况算是比较严重，但是这个精神各方面正常，所以没有启动任何接班机制。但有趣的是，大家回头去看一下新闻，第2天一大早，国务卿叫的海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海格就冲进白宫说：“那现在是我来全权负责。”立刻人就反驳说：“那是不合宪法的。”按照美国规矩，总统如果不能工作的时候，因故不能执行公务的时候，由副总统代行。副总统不能执行公务的时候，排第3顺位是谁？排第3顺位是谁？众议院议长。为什么众议院议长呢？它是民选的，国会各国国会都是最高民意机关，最高民意国会里面又大家共同选出来的议长，代表性是更够的。而且他是众议院议长优先，而不是参议院议长。参议院议长是副总统嘛，他是因为副总统身份去接班的，而不是因为参议院议长身份接班的。那为什么排第3是众议院议长呢？因为他代表了绝大多数的民意所向。这第三个，第4个通常是国务卿。后面怎么排呢？按照美国，这我后来才搞清楚。按照美国宪法，后来是内阁阁员，而内阁阁员是什么顺序去接班呢？如果前面都不行的话，什么顺序接班呢？以你的被提名跟生效的那一天，你谁最早就谁接班。所以现在在这个如果前面都不行了。然后国务卿又不行了，现在排第1顺位的是财政部长，你最早被任命，他最早被任命，再来是国防部长，也就是现在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所以这样排下来。所以美国的排法呢有点弹性，我们中华民国排法呢是比较固定在宪法里面的。请各位看一下宪法第49条，总统缺位的时候，副总统继任。我们对继任多长有规定的，其实民主国家都有规定。把他那上一任任期做满，合理啦，因为我们是共同竞选，所以等于是搭配的时间。而且譬如说这个是总统，我是副总统，我取代他，我不能一直取代下去，我取代到他任期届满为止，因为我是取代他的任期，所以法律规定这样的。总统、副总统缺位的时候，由行政院长代行。那行政院长代行之后呢，要尽快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然后补选出来的总统、副总统任期到什么时候呢？到你代替的那人任期为止这个都是规定很严格的。然后行政院长，我们有第51条规定，行政院长代行总统职权的时候，期限不得超过3个月，就3个月之内，你必须要选举完毕，要选出新的总统让他就职。好，这是民主国家做法。你说集权国家没有吗？邓小平设过隔代接班制我们谈过。
他在前面拔掉了胡耀邦、赵紫阳，然后前面罢黜了这个华国锋之后呢，就觉得说啊，咱们得建立制度，因为看到毛泽东末期那种情况，他说不对劲了，我们要来弄隔代指定接班。所以这一任上来选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把下一任培养一下，然后就摆进政治局，摆进政治常委，这是个不错的办法。严格说起来，好了，但是我刚刚讲我说，因为共产党像黑帮。所以，即便你设定这东西土法不足以自行，那如果有人来改了呢？有人破坏呢？那怎么办？习近平现在不就破坏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次，你搞了半天，土法不足以自行。为什么我们讲说，集权社会或集权体制跟民主国家体制一个最大差别就是，到底法律的权威有多高？到底制度权威有多高？如果大家都不愿意遵守制度，不愿意遵守法律的话，那民主政治也没有用的。那么在集权国家里面尤其如此。其实，如果再看到这些刚刚讲习近这个我们如果有我们过去所看到，包含习近平普丁金正恩这些他们这一些威权独裁的这些相对的一些国家，相较起来，的确在接班这件事情来讲，就会引起大家更大的关注的原因，我想也是在这边因为这个权力集中在个人，一旦它出现了问题，那个产生对于政局的动荡就会更为明显所以这个大家也是大家很关注，从过去历史所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就是如此这种所谓的这个总统的这些所谓的接班健康的一些状况，显然大家听来，特别对于这些独裁威权的这些国家来讲至关重要。所以老师怎么去看待接下来可能我们在谈到中共，或者是我们看到可能在这种尤其他们还是极度不透明的状况之下，会联动产生的一些发展状况呢？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中共像黑帮，我们还真的不是乱讲的。大家回想一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后呢，他晓得后面这个来日无多了，所以他就开始安排接班了。前面安排了四人帮，然后后面就是这个华国锋，他的如意算盘就是你们两边去争，那不管谁争完了，你最后都得扛着我的大旗走。好，两边是斗完了，华国锋把四人帮给抓起来了，然后最后就审判了什么的。华国锋没错，就为什么邓小平上来了，邓小平用的比较阴柔的手法把华国锋斗掉了，然后留了他一条命。好，邓小平上来之后呢，刚刚讲是建立了隔代接班制度，先后培养了胡耀邦、赵紫阳，最后呢都不行，都拔掉了。最后勉强选了一个江泽民，然后又怕江泽民扛不住呢，我又帮你隔代指定选了这胡锦涛。结果就传出了无数消息，就江泽民想干掉胡锦涛，当然最后没有成功了。胡锦涛呢，终于接班了。胡锦涛接班之后呢，江泽民现场又要求我要军委主席多留任2年。当时大家说如果胡锦涛拒绝的话，那可能就是血流3尺，然后就举国动荡了。就胡锦涛勉强答应了，好，江泽民干下去了。江泽民干到最后呢，然后又想选这个薄熙来，但是胡锦涛呢又想选这个李元朝，所以双方又僵了1年。僵完之后，最后双方妥协，好，我把我的李元朝拔掉，你把你的薄熙来拔掉，咱们妥协一个人出来。听说胡锦涛跟江泽民说，这样子吧，您来选人，我看合适不合适。好，那最后他选了一个习近平。好了，选完习近平之后，照规矩就是胡锦涛要培养下一任隔代接班人，选了谁呢？胡春华跟孙政才。习近平上台之后呢，过了1任之后，把孙政才干掉了你干嘛？然后胡春华呢，很识相的在20大上呢，自己就辞掉了政治局委员。我们上次不是讲过吗？最近还有浮出水面了，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呢？我们还不知道。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再说一次，还是等10月份的4中全会呢才能看见苗头。那这个是中国的部分。苏联的部分呢，列宁死了之后呢，斯大林跟托洛斯基争权，最后呢，斯大林把托洛斯基干掉了，托洛斯基流亡到墨西哥去，最后还怕杀手把他杀掉。然后斯大林去世之后呢，赫鲁晓夫跟那个什么包葛尼奇3个人呢，3头马车接班。当时我们看，那时候我年纪还比较轻，国内的很多这些匪情专家说，一定打不久，最后一定会斗一个人出来。好，各把这个最后呢，赫鲁晓夫斗赢了，出来了。赫鲁晓夫掌权一段时间，最后呢出了纰漏，农业欠收啦，跟中共关系搞坏，被布里兹涅夫、柯西金加苏斯洛夫3个人联手把他斗掉，发动政变，把这个赫鲁晓夫斗掉了。
布里兹涅夫在台上干了18年，然后同时慢慢的把柯西金跟苏斯洛夫呢也都解决掉了。所以我们说像黑帮不是乱讲的。你刚刚讲说，哎，怎么后来就连续死了几个？我们准确说，从1982年到1984年，苏联连续2年之内死3个总书记，布里兹涅夫、安德罗波夫跟切尔年科，我们叫 BAC 啊，3个英文字母开的 BAC。怎么死的呢？你说应该医疗保健做得很好，对，老死了，没办法，因为他们熬到的年龄都已经是身体都不行了。最后他们决定说，这个制度有问题，咱们选个年富力强的上来，选谁呢？莫斯科市市长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同时年几岁呢？54岁，很好了吧？好，选上来了。最后呢，挡不住历史潮流，倒掉了。好，那现在是，万一啊，他们不是你一开头不是讲说他们谈换器官的问题吗？我们问一个问题，你会谈的问题，表示第一你有这知识，你知道这个事儿，然后他们讲很轻松啊，可以活到70岁、150岁，然后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什么的，这些话都讲出来，表示说他们是有期望的，不是没有期望的。没有期望你不会讲的事儿，咱们一般不会聊天聊说长生不老，不谈这个事儿嘛。那这样讲就是期望。好，那么他们现在对长生不老期望什么呢？换器官嘛，换器官。你觉得到了那一天？普京发现身体不行了，我要换器官了。你觉得他敢不敢去北京换器官？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金正恩旁边没有插嘴，但他听到这段话了，他也知道这个事儿了。你觉得全世界领导人有哪一个人不知道中国大陆可以非法换器官的事儿？全世界都知道，对不对？好，那这些有权的人、有钱人都在想这个事儿。好，金正恩听到了。如果有一天金正恩觉得身体不行了，他觉得需要换器官，你觉得他敢去北京换吗？对不对？我们的逻辑是什么呢？他们都怕我去北京换的时候，我的政敌或什么人，或者说中共自己有什么野心，把我干掉了，然后操纵我国内政局嘛，对不对？刚刚不是讲了吗？金正恩走掉之后，他的生物基证全部消灭，现在我人脱光了塔，就是随你任你宰割，我能干这事儿吗？这机会不大，所以他们都会怕。所以讲归讲，那到时候会不会做呢？我们真的不知道。那最后一个问题，万一是习近平出了什么冬瓜豆腐，你觉得中共不会爆发权力斗争吗？我们前面谈的全部都是这个问题嘛，对不对？我们前面几个礼拜谈的题目谈了很多了，所以呢，这个领导人健康在世界各国都是大问题，民主国家、集权国家都是如此，但是集权国家因为不制度化，因为像黑帮，所以动荡几率大得多。这一点呢，我们是必须密切关注的。我们过去常会说，习近平再厉害，总会老去。显然，他不断的在对抗他的老去哦。但我想，终究不管怎样，你就算是多会换器官，不要忘记了，你躺在病床上，总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是昏迷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做什么样的一些毒手。那这个大概从我们今天的题目，大概也可以让大家有一些省思，可以来做一些讨论哦。那今天当然很谢谢明老师，谢谢很清楚的跟大家谈到领导人健康跟国家的一些顺畅运作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关联性。喜欢我们这期节目，当然也欢迎帮我们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看还没有订阅的话，也恳请您可以订阅我们的节目。那再次感谢老师，再次感谢大家。老师，另外一个事情，这样在看政局不稳定，我想网络上大家一直很关注的部分，就尼泊尔产生的这个变动，有人说会不会产生对于中共联动的这种影响？这个现在不止尼泊尔啊，尼泊尔动荡，法国动荡，塞尔维亚动荡，还有什么国家我忘掉了。那也就是说，大家生活到一定程度不满意的时候呢，那社会动荡难以避免的。而且我们发现，你回头去看过去这不要说久哈，有人做过统计，就是说政治不安定的问题，做过统计，好像常常有时候会多个国家不同形式，但是类似不同原因但类似形式爆发。西方那时候嬉皮，然后又反什么运动，中国大陆出现文化大革命。
看起来是政治斗争，但底下的年轻人想那种起来的那种对现政权或者现存体制那种挑战跟不满呢，表现出来情绪是一样的。所以你刚刚说会不会联动？应该这样讲，我们不能排除这可能性。但只是说看起来有一个差异，就是说民主国家这个我们回头历史来看，有时候当然是变成内部大家的反思跟调整，最终总会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不管透过选举什么改变，我们觉得制度重要性嘛。对，就回到我们像这般制度，但这个问题就来了，大家就担心中共会不会看到这样，未来会用一个更高压，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内部学生也因为各种不同的事情，同样要产生反制，会不会有点担心中共怕了，他未来会用更高压、更残暴的方法来？通常会，这是我们担心的地方。对，这我想也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